在中国宣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3个年头，一个令人震惊的悲剧悄然发生。一位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女子，在繁华都市的一隅默默离世，饿殍于租住的公寓之中。这个令人心碎的故事，仿佛是中国梦的另一面镜像，折射出社会进步与个体命运之间的巨大反差。作为房东的文章作者以细腻入微的笔触，勾勒出这场悲剧的轮廓。他的叙述不仅仅是一个旁观者的视角，更是一个深陷其中、感同身受的参与者。通过他的文字，我们得以窥见这个年轻生命最后时刻的孤独与绝望，以及整个社会面临的深层次问题。这个故事引发了一系列发人深省的问题：在当今的中国，还有多少人正在经历类似的困境？这种无助和无奈是否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？一个高学历青年的悲惨结局，是否意味着教育不再是改变命运的有效途径？这位年轻女子的离世，不仅仅是个人悲剧，更是对整个时代、对现行制度的无声控诉。它提醒我们，在庆祝集体成就的同时，不要忽视个体的挣扎与苦痛。它呼唤我们反思，在追求国家繁荣的道路上，我们是否遗忘了最基本的人文关怀？这个故事的意义远远超越了一个个体的生命，它是对整个社会良知的拷问，是对我们每个人的警示。它提醒我们，真正的小康社会应该是不让任何一个公民陷入绝境的社会。2024年6月，西安市某高档小区30层的一间50平米单身公寓内，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事件。一位年仅33岁的年轻女性，在极度孤独和绝望中悄然离世。当物业打开房门时，扑面而来的是令人作呕的腐臭味，以及一具已经高度腐烂、面目全非的尸体。法医推断，这位年轻女性的死亡时间约为6月15日左右。也就是说，在中国这个世界第2大经济体的心脏地带，在一个人口稠密的现代化城市中，一个年轻的生命逝去竟无人知晓，直至将近2周后才被发现。这不禁让人想起2020年武汉疫情期间，独居者离世后多日才被发现的悲剧，仿佛2年过去，社会的冷漠与个体的孤独并未得到丝毫改善。回溯到2024年4月初，这位来自宁夏的91年出生的女孩，怀揣着对未来的希望，来到西安寻找工作机会。她通过中介租下了这间50平米的单身公寓，租金不菲，反映了西安作为西北地区中心城市的房价水平。然而，租房过程中就已经埋下了悲剧的伏笔。租金支付过程一波三折，女孩多次尝试支付都未成功。最终是她的母亲从村里亲友处借来1万多元，才凑齐了半年的房租。这一细节令人心酸。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，2023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0133元，而这位母亲为女儿筹集的半年房租就已接近农村居民半年的收入。可以想象，这笔钱对这个家庭而言意味着什么。这位年轻女性的背景令人唏嘘。她来自宁夏西海固地区，这个地方曾被联合国粮食计划署称为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。然而，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北京某211大学，成为了村里的骄傲。在中国，211大学是精英教育的代表。2023年，全国高考报名人数达1321万，而能够进入211院校的仅占不到5%。可以想象，这位女孩为了考上大学付出了怎样的努力，她的家人又寄予了怎样的期望。然而，学历并未如预期般为她打开成功之门。毕业后，她多次参加公务员考试，屡次获得笔试第1的好成绩，却在面试环节落榜。这不禁让人联想到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关系文化和内卷化现象。
据2023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数据显示，平均录取比例仅为 1.58 分，竞争之激烈可见一斑。在求职失败的打击下，33岁的他来到西安，希望能够重新开始。然而，现实再次给了他沉重一击。4月20日是他最后一次与家人联系，此后他将所有亲友拉黑，独自面对这个冷酷的世界。从他的消费记录可以看出，生活已经将他逼到了绝境。他几乎没有任何超过5元的消费，吃的用的都是最便宜的东西。这与西安市2023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36,789元，每天约100元，形成鲜明对比。他的生活俨然已经跌落到了贫困线以下。根据世界银行2022年的数据，中国人均 GDP 已达12720美元，进入了中高收入国家行列。然而，这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却生活在如此窘迫的境地，这不得不让人反思经济发展的成果是否真正惠及了每一个普通人。通过调取监控录像和门禁记录，警方发现他最后一次出门是在5月20几号，此后再也没有外出的记录。6月4日13点前，房间因欠费停电，这意味着在炎热的夏季，他在没有电、没有制冷设备的情况下独自待在房间里。更令人心痛的是，这20多天里他没有点过外卖，房间内也没有做饭的痕迹。种种迹象表明，他极有可能是将自己饿死在了房间里。试想一下，在一个外卖盛行、美食遍地的现代化城市，一个年轻人竟然活活饿死，这是何等的悲哀。根据中国疾控中心的数据，健康成年人在只有水的情况下可以存活7至14天，这意味着他可能经历了长达1周以上的极度饥饿，最终孤独的离去。这不禁让人想起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，武汉一位独居女孩因隔离致死的新闻。当时这则新闻引发了全社会对独居群体的关注。然而4年过去，类似的悲剧依然在上演。据民政部统计，截至2021年底，中国独居人口已达 1.25 亿。在这个数字背后，又有多少人正在承受着难以言说的孤独与痛苦？当死者的父母从宁夏赶到西安时，他们的反应令人心碎又震惊。首先，他们坚决拒绝对女儿进行尸检，理由是家乡风俗不允许人死后无全尸。这种观念在21世纪的今天听来令人匪夷所思，却在中国广大农村地区仍然根深蒂固。根据2020年第7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，中国农村人口仍有 5.09 亿，占总人口的 36.11%。这意味着有超过1/3的中国人仍生活在农村，可能受到类似传统观念的影响。这不仅阻碍了司法程序的正常进行，也可能掩盖了一些潜在的社会问题。更令人稀罕的是，死者父亲表示，处理完事务后会将女儿的骨灰随意丢弃，就当她没来过。在他们的家乡，未婚女性去世是不能入祖坟的，即使结婚了，如果没有生育子女，也不能入夫家祖坟。这种重男轻女的陋习，在生者眼中，甚至剥夺了死者最后的尊严。联合国妇女署2021年的报告指出，尽管中国在性别平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，但在农村地区，性别歧视现象仍然普遍存在。这个案例恰恰印证了这一点。此外，死者家属给予索要赔偿并尽快离开，也反映出他们所面临的经济压力。据报道，2023年宁夏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4876元，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。可以想象，在西安这样的大城市，每多待一天都是一笔不小的开销。这起悲剧折射出的社会问题令人深思。首先是教育公平问题。虽然这位女孩成功考入211大学，
但它的经历并非常态。教育部数据显示，2023年全国高考录取率为 88.99%， 但重点大学的录取率仅为 10% 左右。农村学生进入重点大学的比例更低，往往不足 5%。其次是就业歧视问题，死者多次参加公务员考试，笔试成绩第一却屡次落榜，不禁让人怀疑是否存在不公平竞争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2023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.2%， 但25至34岁人口的失业率高达 10.4%。高学历人才就业难已成为社会普遍现象。再者是城乡差距问题。2023年，中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为 2.551， 虽然比率逐年缩小，但差距仍然明显。这种差距不仅体现在经济上，更体现在公共服务、社会保障等方面。像死者这样的农村大学生，在城市中往往缺乏社会支持网络，一旦遇到困境，很容易陷入绝境。最后是心理健康问题。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2023年的报告显示，中国成年人抑郁症患病率达到 8.1%， 其中独居群体的患病率更高。然而，全国仅有心理咨询师40万人左右，远不能满足14亿人口的心理健康需求。这位211女大学生的悲剧，犹如一面镜子，映射出当代中国社会的诸多痛点。它提醒我们，在追求 GDP 增长的同时，不能忽视每个个体的福祉；在赞叹高楼大厦的同时，也要关注城市角落里的孤独者；在为教育普及而自豪的同时，更要重视教育公平与就业公平。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，中国每年有超过80万人自杀，相当于每40秒就有1人结束生命。在这个数字背后，又有多少像这位女孩一样的悲剧在上演？